毕之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地方可真不好找。那是当然，秋季图在收藏界是传奇般的珍宝，如果去到大庭广众，有可能就被别有用心之人发现了。传奇般的珍宝，现在在我的手上，你不在乎我是怎么得到它的吗？只要您带来的是真品，福生堂从来不会过问您是怎么得到的。它是不是真品，你验得出来吗？当然。麻烦您再耐心等待一下。当然。上次福生堂的展品列表里，我看到了青铜盘龙纹鼎，你们应该花了大价钱吧？是啊。你们是怎么得到它的？那盘龙纹鼎本来是旧时代一位老收藏家的爱物，因为那年代消息少，所以藏得深。后来好像是因为地震，从原藏家手里流出，辗转各方。被我们同事打听到了。那还真是不容易啊。那块独山玉呢？找到新主人了吗？抱歉，冒昧了。不过我对那件藏品十分的感兴趣，我几乎查不到它的资料。莫非它根本不存在？或者说是你们福生堂故意编造背景的一件藏品？我们把信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又怎么会编造背景呢？那块独山玉，你们是怎么得到的？那独山玉山子是汉代名门望族的家族掌印，流传千年，历经劫难，最终被家族后人带到海外。我们也是以天价得来，所以并不轻易拍卖。天价？你们恐怕一分钱都没有出过吧？那个名门望族姓秦，那块玉本来可以救秦家公子一命，但是送玉的使者被人杀害，秦家公子也死在了火场里，或者说是被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人所杀。你问的太多了。你好，毕之先生。阿宁管家。这么说，福生堂怎么会卖假货呢？毕竟都是你们从不同时代抢夺来的珍品。不错，青铜盘龙纹鼎，我们是从禹庄直接拿的。独山玉是从洛阳运过来的。如果这都有假，那就没有东西是真的了。倒是你拿来的这幅秋季图，我承认这是一件不错的仿品，但是还是骗不了我。摸一摸就说是假货，你见过真迹吗？我当然见过，我还见过那个画家，他叫什么来着？顾之前。哦，对，顾之前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喝醉之后，掉进池塘溺亡。是你们杀了顾之前？怎么会？溺水身亡，史书都有记载的。
那萧夏和东林两幅图都是你们从他手里抢的。这2幅画本来在历史的记录里面就已经没有了，我们福生堂只不过是回到藏品被毁前的最近节点，将它们完好无损地带回来。藏品，在我看来不过是赃物罢了。这些稀世珍品背后，不知道背了多少条人命。你们为了得到这些稀世珍品，杀人越货。你以为就凭顾之浅一个人，他就可以留名青史吗？艺术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本身，我们才是它的伯乐。要不是我们在各个时代帮他推波助澜，他的名声不过就是一个落魄的普通画家。我们的存在恰恰可以帮他实现他最大的心愿，死后留名。那独山玉呢？是不是你们杀了秦公子，还有他的侍女采薇？独山玉，这事儿过去好久了，不记得。独山玉的主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有什么意义吗？这些故人对于我们来说，无论如何都是死人了，所以他们怎么死的很重要吗？还是你要去某一个年代，与那些死去的人产生一些难能可贵的交集？这可不符合你们时间管理局的规定，专员先生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本来没有想要害你的，但只有你们时间管理局对我们不依不饶，所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处理干净点儿。杀了他！务必找到他。是。大家毕竟相识一场，总不能看他这样不管吧？天光墟不是救助站，他自己惹上了麻烦，在搞清事实之前，我们不能让他留在这里。可是之前碧芝对我们那么好，再说了，他也是知恩图报的人啊。我们救过他一次了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们做好人积积功德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
他已经穿了防护服，保住了一条命。普通创伤可以自体修复，但现在仍然无法恢复，说明是被他所在时代的武器所伤。虽然不知道他卷入了什么，但绝不能把任何武装力量引入天光墟。天光墟中有很多无辜的民众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陷入险境。不就救个朋友吗？你用得着这么啰啰嗦嗦的吗？那作为时间管理局的监管人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，还有承诺。我要回时间管理局汇报此事，这段时间希望你自己想清楚。我回来时，不希望再见到与天光墟无关之人出现在落霞山庄。叶小姐，我们已经查到了那人的藏身之地。人呢？那地方不是普通店面，而是一部废弃的时光电梯。那人乘搭电梯逃走了。时光电梯还是废弃的。那电梯未被登记在案，所以使用这部废弃电梯的人也不是时间管理局的人。他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旧城土地改造规划员。一个旧城土地改造规划员，竟然有一部时光电梯，实在匪夷所思。既然他用了时光电梯，那应该可以查到目的地吧？查了，但是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因为目的地的时空坐标是一堆乱码。怎么可能？我们也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情况。爸，妈，我来看你们了。我学会游泳了。从我记事以来，你们总是很忙。我以前也埋怨过你们，但我现在明白了，你们也有自己的人生，自己的事情，就好像我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宠物医院上班，同时还报名了宠物医师的考试。我也把自己变得很忙，很忙。这样我就没有时间去想以前的事了。碧芝她回去了。她跟我说，她跟我们的那起车祸有关系。但是我相信，车祸并不是他造成的，那也不是出于他的本意，所以我一点也不怪他。
我想你们也是吧。至少他的出现能让我见上你们一面。这世界上失去亲人的人那么多，也就我有这个幸运，能跟你们相聚。不过他走了，对我来说也许是个好事。我跟他不是一个时代的人，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分别的。小的时候是你们，然后是奶奶，最后是他。帮我兜底的人都走了，我也是时候长大了。好了，我要回去上班了，下次再来看你们。经理是吧？是。我要投诉他。小偶是我的狗，领养手续已经办完了，现在是要收回你们收容中心。李小姐，这狗养成什么样，你比谁都清楚。狗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我们都能看出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责任在我吗？怎么，你们的狗有问题，现在怪我吗？哎，李小姐，我没有怪你，我同事说话可能不太好听，但咱们现在是解决问题的，对吧？我从你们这儿领养的狗，现在狗出了问题，你们的医生说怪我，怎么了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有很多粉丝，可以立刻曝光你们家黑心的人。说什么呢？谁黑心啊？我说错了吗？你说话要讲事实，要有依据的呀。哪一个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毛孩狗是黑心去治呀？李小姐是吧？你哪位啊？我是这儿的医生，我能先看看狗吗？掉毛这么厉害，应该是营养不良。你的小狗应该是得了沙门螺旋球菌狂犬症，所以才会消化不良，看起来比较瘦弱。狂犬症，那会不会传染给我的呀？同住的话，有很大的几率会传染，而且这个病治起来挺麻烦的，估计得花个好几万。对，上个月我们收了一个，花了3万。你记错了，算上术后养护得5万多块钱吧？哎呦，这么多呢？5万。哎呦，5万。怎么着？这钱还得我出啊？啊，不是的，只要你终止领养的话，这个钱不用你来负责。这倒不是钱的问题，主要是把它放在外面的宠物诊所，我也不放心啊。给你们吧，给你们吧。哎呀，那不就好了吗？苏苏，快带李小姐去签终止领养协议。这边请。解决了，来散了吧。什么人呢？可以呀，苏北路，进步了，现在有手段了。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螺旋沙门？我编的。嗨，就说嘛，上学那会儿我没想学过这个。行了，给我吧，我去跟收容中心沟通一下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苏北路，楼上有个女士在等你呢。等我？你好。阿宁。现在你应该叫我叶小姐。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就不能带宠物看病吗？当然可以。我相信叶小姐来找我，并不只是为了给蛇看病吧？没错。我想问问你的好朋友碧芝，她去哪儿？你是她什么人？我和她是同时代的人，她是我的朋友，但是我没有在未来看见她，所以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她走了。走了？
他也不是我朋友，只能算我老板吧。他这边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就回去了。这边的房子还有店铺都已经退了。他没有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找到他吗？我怎么能联系到他？我是这里的人。他这段时间没有联络过你吗？没有啊。他走之前没有跟你说什么吗？你们是一个时代的人，告诉你应该也没关系吧。他就说他不会再回来了，所以也算什么也没说。叶小姐，你的宠物蛇没什么问题，只是马上就要蜕皮了。蛇在蜕皮的时候攻击性会很强，千万注意。明白，那就麻烦苏医生，如果你的好朋友碧芝联系你的话，就请告诉我，我也很担心他。叶小姐，那个医生需要我去处理一下吗？不用了，他倒是没有说谎，也许那个碧芝什么都不告诉他，是在保护他吧。那我们现在回总部。为什么？堂主要你回去。时间管理局最近查得很严，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为了保证各个仓库的安全，堂主请你马上回去。知道了。